洪荒时代，时日凌空，后羿拉弓搭箭，射下了9个太阳，其中大部分都变成妖孽，危害人间，被张天师一一收服。唯独有2个比较特殊，其中一个名为左道，半人半妖，亦正亦邪，妄想成仙，却又贪图人间繁华，实在是难成大器。而这最后一位可就不得了了，是凡人最喜欢的神仙之一，财神赵公明。自从被后羿从天上射下来，他就潜心修炼，褪去金乌之躯，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凡人。张天师追杀金乌的时候，不可避免地遇见他。但无论是斩妖如切菜的龙虎大宝剑，还是降魔似喝水的7星大葫芦，都对赵公明毫无作用。男人洋洋得意，他现在可是纯正的凡人。你张天师本领再厉害，那也是用来降妖除魔的，对他毫无作用。张天师吃了亏，心思一转，就开始忽悠赵公明。金乌将士成凡人，如此良才美玉，很适合当他的徒弟。赵公明哪里斗得过老奸巨猾的张天师，很快就被忽悠瘸了，美滋滋收下对方。张天师继续斩妖除魔，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半人半妖的家伙了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半妖对赵公明破口大骂，但最后也只能在张天师的淫威之下乖乖低头。看在赵公明求情的面子上，天师就饶了他一命，却也不曾想对面竟死皮赖脸想成仙。旁门左道，张天师才懒得理会。半人半妖的金乌大受打击，从此以后便以左道自称。不知道过去了多久，赵公明跟随张天师潜心修炼，现如今已然成仙，封号黑虎玄坛赵元帅，成天在天庭里面摸鱼，没事就坐在那里发呆。朋友来了就热热闹闹聚会。赵公明还很前卫地发明了转盘赌，众人都很开心。除了小仙女仙官，凭什么他就只有转轮盘的份儿？赵公明很是敷衍，目前还没有找到女仙官可以轮盘赌的漏洞，下次一定。小仙女气呼呼地转了几次，然后就溜出去补妆了。施法变出宝盒和化妆镜，看着镜子自己的漂亮脸蛋，心情瞬间美美哒。忽然帅气的天尊出现了，小仙女大喜，向对方抱怨赵公明等人的可恶。天尊笑嘻嘻，他们也可以找点乐子，天上一日，地上一年。现在这个时辰正好是人间的花灯节，利用小仙女的宝镜就可以看到热闹的人间。跟天庭的冷冷清清相比，人间真的是大不相同。张灯结彩，花团锦簇，神仙也是羡慕得很。卖瓷器的2个小伙却有点发愁，都是有裂痕的瓷器，这可怎么出售？老大才不管那些，挂起牌子就开始大甩卖，一文钱一个，防震防漏。路人听了纷纷侧目，稍一询问就开始抢购，卖完了就准备跑路。可偏偏有2位又转头去买花，细心的花姑给浇了点水，然后就露馅了。老大脸后心黑，直接卷起铺盖跑路。老二太老实，慢半拍被堵住围殴。善良的花姑不忍心，出钱给老二解了围。天上的天尊看到这一幕心动不已，小仙女再次生气了，旁边这么漂亮的仙女你是看不见吗？天尊打着哈哈，借口去赵公明那里赌轮盘，暗地里却在盘算着什么。他故意弄洒了张天师的2瓶香水，然后欲擒故纵，借口下凡去收集香火补偿，真实目的不言而喻。瞧天尊这身骚包的打扮，活脱脱一个白马王子。花灯会上正在猜灯谜，天尊活了几千年，文采自然非同一般。上台一番展示，众人纷纷叫好，人群里的花姑也频频侧目。天尊真是好福气。南天门外，小仙女望眼欲穿，天尊潇洒又英俊，哪家女孩不爱慕？在人间小试身手，很快就是博得了花姑好感。卖瓷器家的老二有点惨，原本他是有机会跟花姑增进感情的，但现在天尊神兵天降，直接秒杀全场。花姑老爷也很满意，帅气又多金的女婿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啊。3人在路边摊喝酒，天尊直接连喝3大坛，喝到了东方破晓。老头子贼精明，让女儿陪天尊出去走走。2人骑着白马在郊外，这模样说不是情侣谁信呢？白衣骏马少年郎，我不张狂谁张狂？天庭之上，小仙女依旧在望眼欲穿，赵公明却跟着书童溜达了过来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他掐指一算，就知道天尊干了什么好事儿，但姓赵的也不是什么老实人，趁此机会正好下界遨游一番。小仙女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，2人施法变装，这才有点凡人模样。人间真是热闹，赵公明很快就被一股香气吸引过去。小仙女喃喃自语，原来这就是12生肖之中的鸡呀！瞧瞧，在天庭待久了，一点见识都没有。赵公明一边给他科普，一边大快朵颐，而小仙女也在他的蛊惑下成功蜕变成一枚吃货。
话说回来了，他们下凡好像是去找天尊的吧？没有办法，鸡肉实在太香了。另一半的天尊得意洋洋，经过这几个时辰的相处，他已经成功折服了美丽的女孩。正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遍长安花。天尊带着花姑策马扬鞭，一路上堪称是风驰电掣。很不幸就撞到人了，不快闻声而动，专业人士更是过来给天尊测试酒量。不知道这是什么黑科技，竟然准确地测出天尊喝了几十斤酒，证据确凿，那是必须抓捕归案。可心上人在一旁，天尊怎么可能束手就擒？别忘了他是神仙。于是乎，当赵公明和小仙女赶到之时，就看到了眼前尴尬的一幕：天尊喝多了酒，连施法的咒语都忘干净了，大呼小喝，就是没有一点动静。捕快们笑得前俯后仰，眼看就要被抓走。一旁的赵公明立马施法，震开了2个捕快，让天尊赶紧跟他走。却不曾想，男人恋爱脑上头，竟然拉着花姑跑了。赵公明很是无奈，只能替他收尾，让这群凡人别找事儿了。但对面会黑科技的家伙脾气非常倔，醉酒纵马伤人，还打伤官差。这要是不抓进大牢，官府威严何在？男人气呼呼地走了，赵公明却还得继续安抚小仙女。天尊跟那个女人跑路，让他很是伤心。可神仙与凡人恋爱，这是玉帝所不允许的，天尊又怎么会有好结果？现在他在女孩家醒酒，再也不负昨夜的光彩。女孩老爹也开始变卦，毕竟谁又愿意收留一个逃犯呢？很快，在某位不知名老大的带路下，捕快悄悄地进来，一把将天尊给抓住。没毛的凤凰不如鸡，神仙来到人间也得乖乖低头。赵公明再次半路拦截，身边在手，搅动漫天风云，飞沙走石，无人能挡。可忽然间，神鞭被收走了，赵公明傻眼了，把天尊晾在一边，上天找到师傅张天师。老道士很是生气，随随便便呼风唤雨，被上面的人发现了怎么办？赵公明说明原委之后，却是轮到张天师傻眼了，神仙还能被凡人抓住的吗？天尊真是丢脸呐！但即便如此，也不能随便使用威力强大的九节鞭。张天师发话了，让赵公明看着办，反正不许乱用法术。这样一来，天尊可就惨喽，堂堂的仙人竟然被一个县令审判，简直是凄凄惨惨戚戚。赵公明能最大限度做到的事，就是在打板子的时候施法让他不那么痛。可怜的家伙，审判结束，天尊被关进大牢。花姑回到家也依旧在担心。赵公明二人风风火火闯进来，一番交谈也没能商量出拯救天尊的办法，只能暂且找家客栈投宿。期间卖花瓶的老大又凑过来，给众人提了一个好办法：钱能通神，有钱一切都好说。在贿赂完狱卒之后，终于在大牢见到了天尊。男人现在老惨了，恋爱上头，连法术都不会用了，实在是仙人之耻。暂且先在这里好好反省吧。赵公明带着小仙女走了，拯救天尊的计划还需要从长计议。既然法术不能用，那么武功总可以吧？神仙练武那不是轻轻松松速成了一套降龙18掌，摸黑就去劫狱。两人如同天神下凡，对面不是他们的一合之敌。原本一切都很顺利，但小仙女不小心拔出了宝剑，剑光一闪，对面就直接扑街。赵公明瞬间傻眼，刚回客栈，张天师就下来兴师问罪，私自杀戮凡人，这可是违反天条的大罪。小仙女也很委屈，事已至此，两人也只能老老实实认错，然后在拯救天尊的大业上继续攀登。这时候，一个新的问题来了：没钱住店怎么办？正所谓有钱男子汉，没钱汉子难。此刻还不是财神的赵公明深刻认识到了金钱的重要性。另一边，官兵的扑街引起了县令的震怒，刚准备下令追查凶手，狱卒却突然复活了。原来只是暂时昏迷，虚惊一场。县令顿时放下悬着的心。这时候赵公明来了，在路人甲惊慌的暗示之下，大言不惭准备收买县令，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，结果自然是被拒绝。县令老婆很不满意，可为官之道博大精深，这案子已经上报给知府，就不能随便改动，并且在大堂之上，赵公明简直是在作死，贿赂都是偷偷摸摸的。男人又学到了新的东西，然后回客栈就被老板教训了。没钱住店的日子实在是艰难，即便赵公明把衣服抵押，也只能再住1天。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用法术赚钱。点石成金被老道士禁止，这是坑蒙拐骗，被发现是要天打雷劈的。于是赵公明只能钻漏洞，想一些歪门邪道。两人悄悄弄来一批上好的芭蕉叶，施法变成各种乐器，造就了一批精通琴棋书画的乐伎。赵公明跟掌柜商量好了，就用他们的表演来挣房费。美女谁不爱看？在4大天王的努力之下，客栈里的人气越来越旺盛。老板美滋滋提议，不如更进一步，让4人跳跳舞，穿衣打扮更暴露一些，这才能吸引人呢。小仙女才不敢，肯出面和3个傀儡组团出道，就很给面
面子了，好不？忽然狂风大作，光线瞬间变得阴暗。待到赵公明施法抵抗之后，美女傀儡全部显出原形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下期视频为您揭晓。